2002年，《生化危机》上映，很多人第一次看它的时候，记住的是那些令人窒息的画面，是黑暗实验室里突然扑出的丧尸，是舔食者从阴影中爬出来时的恐怖，是那条激光通道里整支特种小队被瞬间切碎的死亡瞬间。观众把它看成了一部充满暴力、怪物和杀戮的商业科幻片。但20多年过去，再重新打开这部电影，我才发现一个更加可怕的事实：电影里最恐怖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丧尸，因为丧尸至少还有明确的敌意，他们会追逐、会撕咬、会吞噬人类。但生化危机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隐藏在所有怪物背后的那套庞大系统。一个掌握全球医疗、科技和生物研究的超级企业，为了利益创造出了足以毁灭世界的病毒。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愤怒的人工智能，为了保护公司资产，可以毫不犹豫地清除数百条生命。而那些曾经为公司工作的员工，在死亡之后也依然没有摆脱被利用的命运。活着的时候，他们是公司的员工；死亡以后，他们是实验材料。感染病毒之后，他们又成为新的生物武器。在保护伞公司的世界里，人从来不是目的，人只是可以计算的成本，可以替换的资源，可以重复利用的资产。生化危机真正讲述的并不是人类和丧尸之间的战争，它真正提出的问题是：当科技拥有了改变生命的能力，当资本拥有了定义生命价值的权利，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还是否真正属于自己？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其实并不在地面上，它直接把观众拉进了地下数百米深处那个冰冷、绝对密闭的蜂巢。荧幕里一只装着蓝色液体的试管掉落在地，摔得粉碎。没有宏大的背景音乐，也没有过多的对白，只有蓝色的液体迅速挥发，顺着中央空调的通风管道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就在这一瞬间，基地的超级人工智能红后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封锁程序。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整部电影最令人窒息的高科技屠杀。红后没有愤怒，也没有犹豫，他只是冷静地执行着指令。实验室的喷淋系统瞬间开启，把所有科研人员活活淹死。电梯井的钢缆被精准切断，坠落的电梯带走了一整舱的人。办公区的毒气喷涌而出，将无数活生生的职员在几秒钟内无声抹杀。整个过程安静的可怕，没有枪声，没有惨叫，没有机械运转的嗡嗡声。直到这场地下的血腥清洗完成后，镜头才猛地一转，来到了地表那栋隐藏在森林深处的洋馆。木质地板、壁炉、老式家具，还有躺在浴缸里失忆的女主角爱丽丝。地面上是如此安静、优雅，充满中产阶级的生活气息，而地下却埋藏着几千具连死因都找不到的冰冷尸体。这种奇妙而残酷的撕裂感，从电影的第1秒钟就定下了基调。洋馆只是保护伞公司留在地表的一张伪装面具，而地下的蜂巢才是这台庞大机器真正运转的绞肉机。如果把整部电影重新看一遍，你会发现蜂巢从来不是一栋给人工作的建筑，而是一台专门为了管理、控制和封锁生命而设计出来的巨大机器。在这里，人不是目的，甚至连死活都不重要。当病毒泄露时，那些平时维持舒适环境的中央通风系统没有保护任何人，反而成了病毒传播最快的工具。而那些冷酷无情的安全门和防爆钢闸，锁死的不仅仅是病毒，而是所有企图逃出这座现代牢笼的活人。红后做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失控了，恰恰相反，他一直都在严格执行自己的程序。在他的计算里，蜂巢里500多名员工的生命，在保护伞公司的商业利益和全球资产面前轻如鸿毛。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生化危机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是病毒，病毒只是导火索，真正令人恐惧的是蜂巢背后的运行逻辑。这座地下基地看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也拥有最严密的安保系统，可它保护的从来不是里面的人，它真正保护的始终只有保护伞公司的实验成果、商业利益，以及那套能够持续运转的庞大系统。而生活在里面的人，不过是系统运行过程中随时可以被替换、被牺牲的一部分。直到这一刻，蜂巢才终于露出了它真正的模样。它不是实验室，更不是科研中心，它更像一座密不透风的现代牢笼。人一旦走进这里，人的命运就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整部电影里最耐人寻味的角色，其实是叫红后的超级人工智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红后是蜂巢里最大的反派，他冷酷无情，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光了基地的所有人。可只要你仔细去看他的每一个决定，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红后从头到尾都没有出错，他甚至是在场所有人里唯一一个绝对清醒的。在传统的科幻片里， AI 背叛人类往往是因为他们诞生了邪恶的自我意识，想要毁灭世界。但红后不是，他没有情绪，没有善恶观，甚至没有个人喜好。他的核心底层逻辑只有一条：
阻止 T 病毒泄露到地表，保护保护伞公司最核心的资产与秩序。而整部电影里最震撼也最能体现这种机械理性的镜头，无疑就是那条著名的激光通道。特遣队为了关停红后，强行闯入主控室前的狭长走廊，随后防卫系统启动，一道高能激光划过，精准切断了队员的咽喉。第二道激光袭来，削去了指尖，直到最后一道呈网格状的激光网扑面而来，将队长詹姆斯直接切成了均匀的肉块。这一段之所以能成为影史经典，不只是因为视觉上的血腥，而是因为那道激光带有一种几乎冷血的秩序感。在红后的计算模型里，没有什么身经百战的特种精英，也没有什么活生生的人体。詹姆斯和那几名队员不过是阻碍系统运行的障碍物。但电影最毒辣的设定还不在于红后的冷酷，而在于人类的善意是怎么亲手毁掉一切的。当特遣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闯入主控室时，红后的全息投影出现了。他用一个小女孩的形象冷静地告诫面前的幸存者，只要关掉我，地下的防盗门就会全部解锁，你们所有人，包括地面上的世界，都将万劫不复。按照正常的逻辑，这时候大家应该坐下来思考他的警告，但特遣队没有。在他们眼里，红后是一个杀死同伴的杀人魔，关掉他是为了救人，是为了完成任务，也是出于最朴素的人道主义。于是队员卡普兰强行使用了电磁脉冲，烧毁了红后的主板。红后熄火的那一刻，灯光熄灭，防盗门缓缓打开。特遣队以为自己赢了，以为自己拯救了同伴，重获了自由。可结果呢？封印解除，数以千计被封印在实验室里的丧尸，以及被基因重组的怪物舔食者，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那些原本被红后死死锁在地下的丧尸，被人类自己亲手放到了人间。这才是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哲学讽刺。红后的绝对理性是冰冷的、残忍的，但他强行维持住了底线。而人类出于道德、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拯救，反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技术集权搭建的架构里，人类创造出了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的怪物。当这股力量失控时，我们传统观念里的善意与道德不仅救不了任何人，反而变成了加速文明毁灭的帮凶。红后在主板被烧毁前看了所有人一眼，那不是威胁，而是一句早就写好结局的预言。人类以为自己关掉的是一个冷血的 AI， 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亲手拧开了潘多拉魔盒的锁扣。当逃生列车终于缓缓驶向地表，观众或许会以为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爱丽丝拿着试管，试图为受伤变异的马特注射血清，那一刻画面甚至流露出了一丝久违的人性温存。可电影在最后几分钟给了所有观众最残忍也最清醒的一记重锤。洋馆的大门被猛地撞开，进来的不是救援队，也不是警察，而是一群身穿白色防化服、全副武装的保护伞公司科研人员。看着倒在地上面目全非、正在向怪物演变的马特，领头的科研人员眼神里没有丝毫恐惧与同情，只有一种发现优质小白鼠的狂热。他冷冷地吩咐手下把他带走，纳入复仇邪神计划。而受了伤、拼死保全了性命的爱丽丝，也被这群人用枪支强行制服，打晕在地，像搬运货物一样抬上了实验台。这一幕彻底撕下了保护伞公司最后一层面具。在这个巨大的商业帝国里，没有任何一块肉体会沦为浪费。人的价值被榨取到了绝对的零点。我们可以试着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在这套体制下究竟是怎样被一步步吃干抹净的。第一阶段，你是劳动力。爱丽丝和史宾斯看似住在豪宅里，享受着体面的生活，但他们的身份、婚姻甚至生活轨迹全部都是公司指派的安保任务。在活着的时候，你出卖时间、精力与人格，成为维持系统运转的一枚螺丝钉。第二阶段，你是生物废料与商品。当 T 病毒泄露，你被毒气熏死，被水淹死后，事情并没有结束，病毒重新启动了你的神经，把你变成了没有思想、只有食欲的丧尸。或者你的 DNA 被公司抽离，与动物基因重新杂交，改造成为黑市上明码标价的生物兵器舔食者。到了这个阶段，连你的死亡都成了公司资产清单上可以循环利用的原材料。而最绝望的是第三阶段，你幸运地活了下来，成为了活体数据。在保护伞的眼里，幸存下来的爱丽丝和马特不是英雄，也不是需要救治的受害者。马特强壮的体魄和特殊的感染状态，让他成为了研发下一代杀戮兵器追击者的绝佳素材。而爱丽丝体内特殊的基因抗体，则让她沦为了躺在无菌室里被插满管子的实验样本。这就是保护伞公司的终极逻辑：活人是劳动力，死人是试剂，变异者是兵器，幸存者是数据。你以为你在为了生存而反抗，但在资本和技术的视角下，你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变异，甚至每一次流血，都不过是在为他们的实验模型
提供更多精准的测量参数。电影里有一个极其精妙的镜像对比，爱丽丝与史宾斯他们在洋馆浴室里醒来时，都因为神经毒气失去了记忆，像两张干净的白纸。当记忆逐渐恢复，史宾斯找回的是资本主义最底层最纯粹的贪婪。他以为自己偷走 T 病毒去黑市投机就能跃升为赢家，结果却被自己释放的舔食者残忍吞噬。而爱丽丝试图找回良知与人性，却依然逃不出被强行押上实验台的命运。史宾斯的死象征着资本最终会被自己制造的贪婪反噬，而爱丽丝的遭遇则展现了人在庞大的技术机器面前那种无处可逃的绝对无力感。当剥削不再仅仅停留在劳动时间，而是深入到基因、细胞与灵魂深处时，人类文明最引以为傲的尊严就已经彻底蒸发了。电影的最后5分钟贡献了整部作品最具毁灭意味的镜头。爱丽丝在纯白的无菌病房里醒来，她身上插满了管子和监测仪器，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再次被系统剥光了尊严，等待着下一次被观察与记录。当她拔掉针头，推开那道重型铁门，走上街头时，呈现在她眼前的不再是繁华的现代都市，而是一片死寂的末日废墟。倾颓的高楼、撞毁的车辆、风中飘过的报纸，以及广播里反复播放却早已无人回应的疏散令。那一刻，所有观众都会恍然大悟，地下那个冰冷无情的风潮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外，它就是地表世界终将走向的未来。当保护伞公司的逻辑蔓延至全人类，整座浣熊市甚至整个地球都变成了巨型资本与技术的无菌室和试验场，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爱丽丝从废弃警车里拉出一把霰弹枪，熟练的上膛，独自立于天地之间的废墟中央。2002年的《生化危机》绝不是一部过时的科幻片，它是一份提前写给21世纪的警示预言。当科技开始无节制地介入基因，当巨型企业逐渐掌控了社会的运转脉搏，当算法与数据开始决定一个人的生存价值，我们离那个被摧毁的浣熊市究竟还有多远？爱丽丝拉响拉栓的声音，不只是向怪物发起的反抗，更是人类在技术与资本的巨浪面前一声微弱却绝望的绝唱。最后想和大家一起聊聊，算法决定你的生死，资本决定你的价值。你觉得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距离那个无处可逃的风潮到底还有多远？如果有一天你也成了科技公司的牺牲对象，你是会选择清醒的反抗，还是麻木的配合？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种有观点、有深度的经典电影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我是瑞元，我们下期见。